2025年年末，我从东京出发，一路向北，计划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抵达日本最北端的宗谷岬。第一站，我将前往世界上降雪量最大的地区——青森县。齐泽克有个老笑话是这样讲的：有个男人走进咖啡馆说：“请给我一杯不加奶油的咖啡。”店员回答：“抱歉，我们没有奶油了，只能给你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我现在的处境也大致如此。我想要的是一个不加遗憾的青森。现实给我的回答是：抱歉，我们的雪还要过几天才能到。青森县作为世界上降雪量最大的地区，按照往年的数据，这里12月底的积雪至少应该没过我的大腿。我带着想要探索雪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心愿前来，但迎接我的降雪量是昨夜的0.4毫米。来了世界上降雪量最大的城市，结果要不是昨天晚上下一点儿，这一点儿都没有。于是我只能像个找雪的难民，在这儿进行一场徒劳的雪迹侦查，试图找寻它身为雪国的证据。4个长得一模一样的车，幼儿园的滑梯。中央红前站还有831天就要消失了，没有大雪的加持，这种颓败感显得特别直白。你搞奥运会呢？你这么快你就开始倒计时了？这种长达800多天的漫长的临终关怀，让这里的衰败甚至有了一种荒谬的尊严。既然大雪拒不出席，那么所有的萧条便不再有了遮羞布。来到红前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正浪漫时代，明治维新时期的西化浪潮在大正时期终于席卷而来，给这座江户古城留下了大量这种红砖绿瓦的洋馆。河阳折中简单来讲，就是明治维新所催生出来的一种和式和西洋的结合，是在日式的旧骨架上披了一件西方的洋大衣。但在一开始，它并不是现代语境下的一种美学选择，而是当时的人们在要变天了的极寒里，试图向西方借一点文明的体温。那就看到盐木山，可是这会儿没有盐木山，那儿有盐木山。这儿春天的时候，樱花大道，这也太若隐若现了吧！1918年，红前公园举办了全日本第一届樱花节。真的，你想，无论是冬天，这上面全是雪，还是春天都是樱花，包括夏天，反正现在就是最丑的时候。但我来的时候，它们却只是不存在的树。时机不对，除了真实冷风，我只能靠想象来填补这种景象的缺失。追手们，红前城作为北国唯一现存的天守阁，也是江户时代留给东北的最后一张真迹。这写个落雪注意，我也想注意一下。里面明显要比外面冷一点。确实，想象一下，这个地方全是粉色的样子，肯定挺漂亮，或者全是雪的样子。哦，看到它了。它在这片冻土上熬过了400年的雷劈与战火，成了每个旅行者必须抵达的终点。我操，它在修啊！服了。在修啊！我跨越了3000多公里，没等来大雪覆盖下的红前城，只撞见了这2台在泥地里刨坑的挖掘机。本该是历史的地标，现在却像个正在接受美容手术的老人。
这也太魔幻了。没有大雪的修辞，这里只剩下一种正在维修中的尴尬。他们拒绝给我提供雪国标准的美学，只留下一种属于现实的真实。他应该在找吃的吧？哦，我们是不是能等一波列车呀？小彼岸，鬼灭之刃无惨找到彼岸花，被我找到了。这是卖周边的。哎呦，快！我操，来不及了！啊！这一段晃动的拍摄，便是这趟错位旅程中送给我的最诚实的抓拍。这很公平，生活从来不会配合我的风景。上面全是苹果。唯一觉得没跟我开玩笑的是这瓶叫恋空的苹果汁。在这场天气与时机的双重误会里，这股新鲜的苹果味成了青森这座苹果通线给我的唯一能握住的确定性的补偿。既然城市里面没有雪，我便想要去金青半岛的西海岸继续找雪。从红前出发需要乘坐一趟火车和2班公交，花费2个多小时，也才刚刚抵达山脚下。如果你不幸也没有打到车，就需要徒步最后40分钟，才能支付一张关于来都来了去看一眼的入场费。我们才走了1公里，还有2公里。哇，就是这樱花大道啊！终于到了。你们回去路返回吗？我们待会儿想去那个就是暖炉列车上面的一站，那个芦野公园。你走路去啊？不打车吗？那拼吗？可以啊，你去吗？我去啊，我本来也打算去的。好啊，那待会儿拼嘛。哇，这个脚的反馈很明显啊。世界人类平和 ，something。这不下雪就感觉特别凄凉啊。难道我不行吗？在鸟居的拍摄拍得并不好，时常有种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拍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我觉得我拍得不够好。在这个红色的迷宫里，我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偶，只是在进行着机械的重复，像是某种由于重复而产生的关于徒劳的视觉循环。我就在这场红色溢出的幻觉里，机械地迈着步子，直到这种重复本身产生了一种荒诞的快感。
喂，喂，老哥，哎，你要走了吗？我现在就出来。一般大家从高山道和神社出来，都会选择打车到金青中里这种大站，很少有人会想要在非樱花季去芦野公园这个小站。乗る。上吗？这种少数派的共鸣，让我们在同一根铁轨上短暂的交汇，然后他在火车的轰鸣声中上了车，而我要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种世间常有的，但却连寒暄都省了的猝不及防的道别，反而让这份临时凑合的友谊产生了一种轻盈。哦，就是那个，他家门口好多乌鸦。他不就是说他家除了大一无是处吗？这里是太宰治的老家，也是他一生都在逃离的阴影。是金青里写的大的毫无意义，是为了彰显地位而强行撑起来的，甚至有些病态的尊严。太宰治说他在这儿喝汽水，是回忆里由无数条深渊的走廊和永远照不到阳光的房间组成的阴影迷宫。这个男人一辈子都在跟现实闹别扭，那我这点没见到雪的遗憾，在他面前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我试图在一个没有雪的雪国寻找某种标准的美感，这种执念本身就是一种虚妄。怎么这么多乌鸦？你喜欢乌鸦吗？应该，我觉得还是肯定有一些人喜欢乌鸦的。走，赶车。终于把这个山给拍清楚。这里的空气依然寒冷，但当那列橙黄色的火车刺破深蓝色的暮霭时，帘幕山也终于拨开了那层刻薄的雾。现实偶尔也会露出1-2秒的风景，给那些坚持到底的侦探。在这场执念的虚妄里，生活最终还是给我找了1点0。到青森了，扫雪的难民到了第2个城市还是没有雪。感觉这个城市脏脏的、旧旧的。哇，这条街好破败啊！这像70年代的房子，很昭和。青森是一个在明治时期靠着港口和铁路贸易发迹的城市，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还没有睡醒的旧梦。哇，金青海峡，这个地方是青森湾，然后再往外就是金青海峡了。
今天待会儿下午就要坐船穿越金青海峡，然后去函馆。作为连接北海道的咽喉，这里的航线曾经是唯一的命脉，直到青函隧道的通车，让这一切变得高效而索然无味。来坐青森到函馆的船了。你怎么也选择坐船？对，我也是想，我就想看那个夕阳，才选择坐船。这个港口旁边就有一股海洋的咸味儿。开车坐船的乘客，感觉这个船挺大的，但是乘客不是很多。这些货车应该也是跟着登船的吧？这还挺帅的。哦。今天天气不算太好，有一点阳光，但是云很厚，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海峡夕阳啊？不然就坐新干线了，还快一些。希望今天天气好一点吧，雪也没看到，期待着海峡夕阳，希望能看到。待会儿我也要上加班。4点29蓝礁时刻。今天差不多4点日落。那好吧。在一起登船的时候遇见的这位伙伴，我们都是那种在效率时代里试图通过绕路来获取某种补偿的同路人。今天的天气不太好，但我依然对那场可能出现的夕阳抱有期待。我也去那边。明明有更快的方法可以穿越金青海峡，但我却选择了这艘轮渡。我想在甲板上捕捉一场海峡夕阳，结果却等来了一场淋透全湿的雨。于是我们就在雨中穿越了海峡。在效率专家看来，这场航行是彻底的徒劳，没有看见海峡夕阳，而且还绕了更久的路。但我开始接纳这种不完整，甚至开始享受这种徒劳。这种与同类并肩淋雨看海的当下，这种浪费时间的资源，是我能给自己的特权。因为在这些没意义的折腾里，我还是那个可以在雨里淋湿的，做着白日梦的自己。终于到北海道了，但是到了北海道，到了函馆还是没有雪。这个地像刚下了一场雨。你是坐6点49那边吗？1号站台。哦，另一个是吧？你要坐6点49的。哦。
違うな、開港通りだ。开沟開港ストリー Street ト。オッケーオッケー。開港ストリート。オッケー。 OK，走了，拜拜。哦，你快点去，快点去。拜拜，太有缘了。在船上遇到了朋友，在函馆室内又遇到了。说回齐泽克的那个老笑话，不加牛奶和不加奶油，本质上都是一杯咖啡。正因为你是冲着大雪去的，那这份因为求而不得所产生的落空、徒劳与找零，才是这杯咖啡的全部味道。这种由于错位而产生的真实，这些意外闯进镜头的瞬间，才是生活瞒着我，偷偷在账单里找给我的最珍贵的零钱。我们就从这儿可能开始，应该是再也见不到了。于是揣着这些零钱去换了张城市片场的入场券。函馆的山顶有价值100万美金的夜景，而我却在那些萧条的巷子里挥霍着我的零钱。只要对准了三宅唱的频率，就能听见每一条街道都在对我说话。这一刻有没有雪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你的鸟儿已经开始了歌唱。